好，完妆了，再给你们看一下今天这个妆容。平常都比较画橘松色系比较多，今天是粉色调的妆感。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米。今天呢，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是《你们决定我的彩妆》第3集。没错，这个单元已经拍到第3集了。那一开始我会想要拍这个主题，是因为现在新品非常多嘛，每个月都有出新品。那除了一些平常的特定的主题固定会在拍之外，有什么方法是可以让你们也一起参与我的影片？所以那时候我想说，那我就挑一些比较热门，然后或者是大家可能有兴趣的东西，然后让大家来投票。那今天的东西呢，一样，我刚刚认真看了一下，好像发现全部都是开价的。那我们来看看大家投票出来的彩妆有哪些吧。那我们要从上妆顺序开始分享起。首先妆前乳的部分呢，这次我挑了2个，第一个是露华浓的玫瑰光感视体乳，然后第二个是 Sofina 的控油磁效妆前隔离乳净化版。他们的投票结果在这边。那最后胜出的是这个露华浓。那我还是稍微说一下这个遗珠好了。这瓶其实大家应该会觉得是旧品，但是这个是它新出的净化版。那可能我稍微看了一下它的资料，它是说控油效果更提升，所以这个之后如果等天气热一点，我再帮大家测试看看。那我们今天就先用这个露华浓的妆前乳，那它的名称叫做玫瑰光感视底乳嘛，然后主要是因为你上妆的时候，它可以让你的底妆可以更有光泽感。那它制作这种滴管状的包装，不知道要不要摇，稍微摇一下好了，因为它里面好像有精华油在里头。这个我还没用过。好，那我就直接试在脸上。它还蛮滋润的，然后虽然加精华油，但是不会到油腻的感觉。然后我本来很担心它的那个玫瑰色会不会偏光很严重，没有，它其实就是有一点微微的淡粉色，但是不会到太粉。然后在擦的时候有个淡淡的玫瑰香，但是不是那种味道太浓的，还好，淡淡的味道而已。给你们近看一下它的光泽。它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是我本来会想说它可能是那种珠光感比较明显，可能类似 VDL 那种感觉，但是其实不会，它擦起来啊，它就是微微的会有光泽感，但是不会到太过亮或者是珠光感很大颗的感觉。然后仔细看它里面有那种小小的胶囊，就是你涂上去之后，你把它抹开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它算是一个比较滋润型，然后会增加一点点光泽，但是不是太夸张的那一种。好，那因为今天没有粉底选手，所以我刚用了这个兰蔻的绝对完美玫瑰气垫来上底妆。我最近还蛮喜欢这颗气垫的，然后我上完之后，我发现它跟妆前乳就是它本身的服帖度就很不错，然后加上那个妆前乳也不会互相打架。那关于粉底的部分，先偷偷预告一下，我最近有在准备新一期的开价粉底评比，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好，那再来就是遮瑕的部分。遮瑕我挑了2个选手，一个是 Pony 的10倍速效隐形遮瑕蜜，然后另外是 L'Oreal 的特润无瑕遮瑕膏。那先说一下遗珠，这个 L'Oreal 的遮瑕膏是跟它那个 True Match 同一个系列的粉底的遮瑕膏，然后最后呢是 Pony 这支胜出，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个10倍速效隐形遮瑕蜜来上妆。那它出2个色号，明亮色跟自然色。那我觉得其实韩系彩妆通常都比较偏白一点，所以我用的是自然色。那特别说一下包装好了，我觉得它的包装其实做的还算蛮精致，它是那种雾面的玻璃管身，然后上面是配上这种金色，也是雾金色的感觉。转出来的刷头是做这样有点斜角型的。好，那我们镜头拉一剪，你看我刚刚已经稍微上1层粉底了，但是黑眼圈还是很明显，所以我们就直接来上，然后用美妆蛋把它点开。然后如果你想要遮瑕更完整一点，其实我觉得用指腹点开的遮瑕力会更优一些。慢慢往眼周的地方点，这边是遮过的，这边是还没遮的。那正好自己用下来啊，我觉得它的遮瑕力其实算是还不错的。可是呢，它的妆感，因为它是属于那种粉霜状的感觉，所以其实你上起来，如果你量用太多的话，其实是妆感会稍微偏重一点点。然后因为它也比较容易干，所以记得就是单边上完再上另外一边。然后眼下比较干的人，我比较不建议，因为像我自己用下来，我觉得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基线，然后也比较偏干一点，所以眼下的保湿一定要做好。但是像你眼皮这边很容易出油，或是你黑眼圈比较深的人的话，你就可以试试看这一款遮瑕。好的，接着眼影的部分呢，我选了 IMIMI 的我爱心机电眼扑克盘跟 Fresh O2 的我的独特角度彩妆盘。那这2盘的特色就是它都出了还蛮多不同的选色的。那这2个差别呢，在于它们2个体积差异性非常的大。
就是这个很小盘，它就很像一张扑克牌的大小。然后这个就是它是做三角形，很特别的，然后蛮大盘的。那我先说一下遗珠的部分，因为遗珠今天不会上嘛，它是 Fresh O2 跟徐允乐联名的，然后有出4个不同的颜色。那其实出三角形，我觉得还蛮特别的。然后那时候我一打开啊，它就是4个颜色配上3支刷具，然后旁边有一个镜子。那我自己觉得它稍微就是体积稍微大了一点点，就是如果我今天要出去玩或者是旅行的话，我觉得这个就稍微比较没有那么方便携带。但是它的造型我觉得是还蛮有创意的。好。那因为今天获选的是这个扑克盘，所以我就从这个3色中挑一个2号色好了。2号好像是他们的主打色。先说一下包装上的巧思，就是你看哦，它是这样摆动的时候会有3D 图案的变化，然后每个色号的颜色都不一样。像因为它这个是粉色系的眼妆，所以它的盒子就会是粉色的。打开来呢，里面一样小镜子跟9个眼影跟1个腮红色，然后它的颜色其实是有珠光有雾面的，那有些也是一整盘是雾面的，看它每盘的配色不一样，然后仔细看有小小的那个咪咪的浮雕，我觉得算是一盘小细节做的还不错的眼影盘，然后小小一个也还蛮方便携带的，只是小缺点就是你刷具要另外带啦。那我就快速的用它来上眼妆，先用裸粉色刷在整个眼窝。再用微微带珠光的粉色调叠上，下眼皮也稍微画一下，再来叠上玫瑰金的颜色在眼皮中间，最后用深咖啡色稍微描绘眼尾的地方，增加你眼影的深邃感。其实我觉得这盘眼影画起来是比较日常妆感的，然后我个人还蛮喜欢它珠光的调色，就是不会到颗粒感太大。那除了它的深色会稍微有一点飞粉之外，其实它整体的粉质表现我觉得是还算 OK 的。然后它的介绍有特别说，像深棕色的部分你也可以拿来当眉粉之类的变化，所以我个人是还蛮喜欢这盘的设计的。所以接下来2位选手呢，分别是 L'Oreal 的24小时抗晕零湿手眼线液跟 Kai Beauty 的极限持久眼线液。那 L'Oreal 这一个以比较高的投票率获胜。那这一支算是近期很新的一支眼线液，然后它的造型为什么会这样做斜斜很特别呢？是因为它有附一片就是小小的三角形的眼线辅助教学片。但是呢，非常好笑的是，我在拍片前我真的完全找不到这一片在哪里，所以我今天就是先帮大家测试它的顺手度跟它的那个抗晕程度之类的。那如果我之后真的找到那一片，我再来看看它那个辅助片到底有没有很大的帮助。好，那我们就直接画眼线的部分。好，这支呢，其实我之前有用过1、2次，那我觉得它其实出水量还蛮稳定的。你看我在画的时候，它不会断断续续的，然后它的笔尖也算好掌控，就是不会太硬，然后也不会太软。那抗晕效果，我目前用下来，我用了2次，它都没有什么晕。那我觉得目前用下来，它的整体表现还不错，希望它之后可以出深棕色，因为我平常比较喜欢画深棕色的眼线。接下来打亮的部分呢，2个选手分别是入华浓的独角兽打亮果冻跟1028的九曜闪闪打亮盘。那我知道1028的打亮盘最近在网络上的讨论度还蛮高的，所以也算是在我意料之中，它还是获选了。好的，那我们就直接来试这个1028的打亮盘。那它之前出的是叫做完美时刻，然后它的包装有点不一样。这次的打亮盘呢，我个人觉得它的浮雕还算蛮精致的，它是做有点这样子星芒切面的感觉。那我就直接试在脸上哦，它跟之前一样非常的亮。你们可以比较一下，有上打亮跟没上打亮，脸上的立体度还是有差，就是这边会比较更突出一点点。那它这个新的颜色呢，比起它之前的颜色，我自己更喜欢一点，因为它之前颜色我觉得比较偏黄，然后有时候你可能比较不好去搭妆感，或者是这边脸上会比较突兀。那这一个我觉得它做的就比较偏香槟金色，这个颜色就很好看，所以我觉得这盘是还蛮值得入手的。然后它好像有做工艺，就是只要买会有10%的盈利还是什么，反正详细数字我不知道，但是它是好像捐给毛小孩的，所以我觉得有善事，有做善事，有加分。
OK， 最后唇彩部分呢，我挑的选手有 L'Oreal 的纯色定制唇膏柔雾款，跟 Catrice 的奢华断光水唇膏。那这两款它的质地是不太一样的，最后胜出的是这个 L'Oreal 的新唇彩。那其实它之前就有出很多不同的系列，这次的是玫瑰色中，然后稍微更带一点莫兰迪的灰雾色调感。那我觉得这系列它调色都非常的美，就是会那种每个颜色打开都会让你很难抉择的，然后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像，但是它是又有一点点差异性存在的。然后大致上会分成比较偏橘棕色跟比较偏粉灰色两个色调。然后因为我今天的我今天的衣服颜色跟妆感是比较粉色调，所以我刚刚挑了一下，我挑296这个色号来试。那我自己私下有试过，像304跟302都是我平常会很喜欢的色调，它就是比较肉桂色，然后或者是砖橘色的那种感觉。那尤其是304是我前阵子在发 IG 的时候，非常多人问我那支唇彩什么颜色，我把那张照片放在这边给你们参考。那我今天就来上296这个色号。这颜色跟我衣服颜色超像的就是比较玫瑰粉色，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它是莫兰迪色调，稍微带一点灰雾色进去的感觉。那它擦起来的妆感呢，我觉得是比较偏向丝绒雾感，它不是纯雾面的，所以它不会想象中那么的干，然后遮唇色效果也还蛮好的。好啦，完妆了，再给你们看一下今天这个妆容。平常都比较画橘棕色系比较多，今天是粉色调的妆感。好，那这次的你们决定我的彩妆，就是谢谢大家一样非常热情参与的投票。那所有的遗珠们，假设你们真的非常有兴趣的话，我会看大家留言的踊跃程度，我可能再另外分享在其他支影片，或者是我会随时不定期在 IG 的限时动态跟大家分享，所以非常欢迎你们可以来 IG 找我玩。好，那就这样啦，下次想看什么主题一样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然后别忘了喜欢这边的话帮我个喜欢，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可以点这边。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